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今天这期影片我们一口气来看完6档在台湾挂牌上市的月配息债券 ETF 评比以及排名。那月配息债券 ETF 一直是台湾投资人非常喜欢的投资商品，主要原因在于其懒人以及稳定的现金流。那以下是月配息债券 ETF 它的好处以及我们该要注意的事项。那第一个好处就是稳定的现金流。月配息债券 ETF 呢，它每月都可以给你配发一些利息。对于那些退休人士或者是需要补贴生活费用的投资人，那这种投资标的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分散风险。因为我们投资的是月配息的债券 ETF， 那债券 ETF 相对于直接去购买债券来讲，债券 ETF 它就可以去分散投资风险，因为它是一次持有一篮子的债券，这就可以有效的去降低单一债券的违约风险哦。第三个好处就是流动性高，债券 ETF 呢，它可以在股票市场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就像是一般的股票 ETF 一样，投资人可以随时的进行买卖。相对于那种传统的直接去购买债券来讲，债券 ETF 它的交易它的流动性是非常的方便。那第四个优点就是门槛低。如果我们是传统的去购买债券的话呢，每一档债券我们平均要花费的金额大概都是10000把块以上。但是如果我们去购买债券 ETF 的话呢，现在平均一档债券 ETF 啊，10几20块就可以买到了。那每一个人的入手门槛呢，就会低上非常的多。那以上是月配息债券 ETF 的好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那我这边列出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收益的波动性会比较大。虽然月配息债券 ETF 它可以提供那种每月稳定的利息，但是呢，这些利息的话呢，是会随着市场会进行波动。相对于那种直接去购买债券来讲，直接购买债券的话呢，他们的票息率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了。那我们只要是持有的话呢，我们每年拿到的利息都是固定的。但是债券 ETF 因为它的成分债会变动，所以说呢，它的一个配息虽然是一个稳定的，但是呢，它不是固定的哦。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利率的风险。债券 ETF 它的配息会随着利率的变动呢而产生一个波动。如果利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呢，债券 ETF 它们的成分债的一个配息也会逐年的下降。这样子的话呢，你每次拿到的利息就会跟着一起下降哦。而且如果利率上升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也会下降。所以说呢，我们投资债券 ETF 的时候呢，就要去注重这种利率风险哦。那第3个注意事项就是信用风险。虽然我们持有的债券 ETF 是持有一篮子的债券，可以去降低单一债券的风险，但是呢，如果你持有的一篮子的债券它都是属于那种垃圾债券的话呢，那它的信用风险它的违约风险还是一样会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去注意的哦。那月配息债券 ETF 的确是提供了非常稳定的现金流，而且呢，它可以让我们投资组合呢更加的丰富。但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享受它的优点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它的风险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6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的排名以及推荐。好，那这6档的话呢，都是台湾上市的6档债券 ETF。那其中呢，有2档 ETF 是2024年的时候呢才要挂牌上市的，那分别是009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它是在2024年的4月18号挂牌。那至今的话呢，大概已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那另外一档是00948B 的中信优先投资级债券 ETF。那这档 ETF的话呢，它会在2024年的5月22号开始募集。那如果募集成功的话呢，就会在6月初的时候呢挂牌上市哦。好，那以上这2档是2024年最新的2档月配息债券 ETF。还有2023年的话呢，也有另外2档，分别是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那这2档 ETF 也是非常的夯它的热度呢，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非常的热门哦。那另外2档的话呢，是00772B 以及00773B。那这2档 ETF 它在2019年的时候呢挂牌上市的，那是最元老的月配息债券 ETF 哦。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那你可以发现到最近这2年挂牌的这种债券 ETF， 他们的一个发行价格都会比较低。我觉得是投信希望投资人可以更容易的去入手。所以你可以看到00937B 跟00933B， 他们现在的股价也只有15块钱左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项，净
净值规模。那你可以发现到 00937B 这档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净值规模已经来到了1400亿台币了，它已经超过了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虽然 00772B 呢，它比 00937B 还要早挂牌4年以上，但是呢，它的热度它的一个资产规模已经不如 00937B 了。那最新挂牌的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这档 ETF 它的净值规模只有来到62亿。那你有可能会说啊，这种 ETF 刚挂牌上市，资产规模比较低，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的确，我也认为这个状况是蛮合理的。但是呢，如果你看到了 00937B 跟 00933B， 他们刚刚挂牌上市的时候呢，1个月的时间啦，他们的净值规模就已经突破了100亿以上所以说呢，前面这两档 ETF 一定有他们的魅力所在。好，等一下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去进行分享。那 00942B 的话呢，它的净值规模现在只有62亿，是没有到那么的理想。而且呢，你可以发现到它的净值规模的月增在5月份的时候呢，竟然是下降了8亿台币好，那其他的月配息债券 ETF 都是上升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受益人数。那你可以看到受益人数 00942B 的受益人数虽然已经来到了15000多人，但是呢，它在5月份的受益人数的月增数其实已经放缓了它5月份的月增数只有148人。那另外两档像是 00937B 跟 00933B 他们这两档 ETF 挂牌至今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呢，他们的热度还是非常的夯还是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呢会持续的去进场去购买这两档 ETF。但是呢 00942B 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 ETF， 但是它的热度呢已经消停那另外两档 ETF 像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以及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这两档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就非常的悲惨这两档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都是下降的趋势，而且呢，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档 ETF 他们都是中国信托，也就是中信他们所发行的。我相信中国信托的投信他们一定有发现到这个不妙的趋势，所以呢，他们才紧急的推出了 00948B 的中信优先投资级债券 ETF， 因为他们发现到不管是金融债还是高评级的公司债他们的一个热度他们自己手上的这两档的热度都一直在下降。但是呢，另外一档像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 ETF， 它的热度一直在上升。他们应该就认为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发行一个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来抢占这个市场。好，那这是我 Kevin 自己的一个看法啦。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好，那这几档月配息 ETF 他们的存续期间我也列在下面这一边。如果你想要赚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呢，那你就要找那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ETF， 因为他们对利率的敏感性会更高。好，那接下来是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除了最早的两档 ETF 00772B 跟 00773B 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之外，另外的4档 ETF 他们都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你每个月配发的利息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好，那下面一项是保管银行。那我觉得保管银行对这种月配息债券 ETF 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些 ETF 的保管银行跟你的收款银行是不一样的银行的话，那它每一次配发利息的时候呢，你都会被收取手续费而且呢，这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他们一年是配发12次，那你总共一年就要被收12次的手续费所以说呢，这种月配息的债券 ETF 他们的保管银行是更加的重要尽量要跟你的收款银行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介绍完这些月配息债券 ETF 他们的基本参数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月配息债券 ETF 他们的一个风险的状况。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介绍了这6档月配息债券 ETF， 他们主要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大类的话呢，就是属于金融债券 ETF， 第二大类是属于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第三大类的话呢，则是属于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进行介绍。首先的话呢，我们先介绍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
好，那投资级债券 ETF 的话呢，有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 00948B 的中信优先投资级债 ETF。这两档 ETF 它们都是属于投资级别的公司债 ETF。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债券的话呢，它们是有进行信用评级的一个分等。那 A 评级越多的话呢，就代表说这些债券 ETF 它们的违约风险就比较低。那 B 越多的话呢，就代表这些债券 ETF 它们的违约风险会比较高。那虽然它们的违约风险比较高，但是呢，他们会给我们比较高的债息来贴补这些风险。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比较高的殖利率的话呢，那你可以投资一些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 他们的一个配息应该都会蛮不错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00937B 跟 00948B 这两档 ETF， 他们的 BBB 评级的话呢，大概有9成左右。那他们的 A 评级的话呢，也只有1成左右。好，所以呢，这两档 ETF 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平均票息率大概就是 6% 左右。那有这么高的票息率的话呢，你未来就可以预估他们的殖利率应该也会蛮不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00937B 它过去4次的配息，把它算起来的话呢，它的殖利率大概就是 2.1% 哦，是还蛮不错的。我们把它懒人的给它算一下，它这样子我们直接把它可以乘以3，那我们1年的一个殖利率大概就可以来到 6% 左右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分类，也就是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这两档 ETF 分别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 ETF。那这两档 ETF 它们都是属于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你可以看到这两档 ETF 它们的成分债都是属于 A 评级以上的。那因为他们的评级比较高嘛，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评级比较高，他们的票息率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档 ETF 他们的平均票息率只有 4.2% 跟 4.3%。相对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两档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他们有来到 6% 的票息率来讲，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票息率真的是下降了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它未来配发的殖利率应该也会比较低。所以你可以看到 00772B 它在过去4次的殖利率也只有 1.5%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金融债券 ETF。那金融债券 ETF 有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以及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券 ETF。那这两档 ETF 它们都是属于金融债的部分，但是呢，它们的成分债其实比例相差还算是蛮大的。好像是 00933B 它的成分债里面就有 10% 左右是属于投资级别的金融债。那 00773B 的话呢，它的成分债就是全部是属于高评级的金融债哦。那这边你可能会发现到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 它近4次的殖利率竟然高达了 2.6%， 竟然比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高上了 1.1% 以上。那这边其实是有一个盲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档 ETF 他们过去4次的配息金额是多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到从2024年的2月份到2024年的5月份，这中间呢总共呢经历4次的配息。那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 它除了2月份的那次配息是配到了每股 0.23 块之外，它其他的3次配息都是配发 0.07 块。那 00773B 的话呢，它过去这4次的配息基本上都是 0.14 块左右。那为什么 00933B 一开始配发这么的多呢？那主要就是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 它从挂牌到第一次配息，这中间相隔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它累积的比较多的票息，然后呢一次配发出来。那我这边稍微计算了一下，2月份它的配息大概就是它过去3个月份的配息一次把它给配出来。好，所以你才会发现到它2月份的配息可以多这么的多，但是呢它后面这3个月份他们的配息就开始稳定下来了。那如果你把它2月份的配息给它移除，然后我们再把它重新算一次的话呢， 00933B 它的过去4次殖利率也大概是落在 1.6% 左右哦。好，那我们从这个配息表格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这几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其实你不管有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你每一次的配息的金额其实也不会相差的太多。00772B 跟00773B 虽然他们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但是你看他们的配息的金额有相差非常的大吗？
我觉得这边的话呢，看起来还是蛮稳定的啦。毕竟这企业都是月配息的债券 ETF， 他们的配息的金额也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它每一次的配息的话呢，都不会相差太大。那 00937B 跟 00933B， 因为它有收益平准计的机制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他们每一次配息的金额啊，真的是非常的稳定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的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头看风险的表格，你可以发现到这几档 ETF 他们的填息的天数非常的短除了5月份这一次的话呢，是刚刚配息，至今是还没有填息之外呢，他们其他的几次的填息的天数啊，都大概是落在10天以内啊，因为这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他们每次配发的利息就是比较少嘛，那相对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更加的容易去填息的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他们的年度含息绩效。那年度含息绩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金融债券 ETF 他们的一个抗波动性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他们从年初至今，我们大家的预期美联储的降息几率啊，从原本的一年会降低 1.75%， 到现在大家预期大概也只会降低 0.75%这种这么大幅度的一个降息预期的下降，但是呢 00933B 跟 00773B 这两档金融债券 ETF 年度至今的话呢，他们绩效还是属于正值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绩效。你可以看到像 00937B 跟 00772B 他们的绩效都是属于负值的好，那分析完了这6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之后呢，那我这边呢要跟大家分享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想要你的投资组合非常的稳定的话呢，那其实金融债券 ETF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像是 00933B 跟 00773B 他们年初至今的一个绩效啊，比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还要稳定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想要比较高的殖利率的话呢，那去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 我觉得是一个蛮理想的一个标的，像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 00948B 的中信优先投资级债券 ETF， 这两档 ETF 他们的票息率大概就是落在 6% 左右，那他们未来所配发的殖利率应该也都会非常的不错好，那关于以上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那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的进行下载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Q&A 的时间，你会买哪一种月配息的债券 ETF 呢？ A 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 B 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C 金融债 ETF， D 其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好了，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做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